习近平的爱将王小红，总有人传说他失势了，要落马了，要靠边站了，你信吗？看看最新的人事任命，你就明白了。国开行向来是个高危职业，原行长今天官宣落马，他背后的老虎是谁呢？会不会牵出另外一个副国级？大家好，我是大卫，美西时间7月18号。今天呢，我们聊两个在中共官场上的高危职业，一个是重庆公安局局长，就是王立军干出名的那个岗位，现在换人了。另外就是国开行的行长、副行长、董事长接连进去，今天又官宣一位。这两个高危职业，咱们先说第一个。我看了一下国内澎湃新闻的报道是公安部部长助理，叫谭全，7年的，今年刚刚55岁，是空降重庆担任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这是妥妥的副部级。那你说是被架空了吗？这个完全不是这是受重用了。在这儿我们必须说明一下，这个国内外资媒体很多人说这王小红岁数大了，而且呢要被边缘化了。但是通过这次人事任命发现这王小红前途无量，他还有可能继续留任。为什么呢？这个谭全确实是他的铁杆老部下。我们看一下他的履历，这小伙子50多岁，他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市公安局的干部。然后呢，王小红让习近平调到北京的时候他俩成了上下级关系。由于表现不错，获得了晋升，成为了海淀分局的局长。大家知道，这北京真正富的地方，东城、西城、海淀就那么几个，而海淀呢位置非常重要。他呢直接干了一把手的局长，然后呢，随着王小红由北京市局到了公安部副部长，一直到公安部部长，现在他已经是书记处书记了。你看，他这位老部下就直接由北京市调了的这个公安部担任什么呢？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位，叫做网络安全保卫局的局长，也就是中共他要监控人们的一举一动，那这个部门专门管网络的。那他担任局长以后一直晋升，担任了部长助理，也就是距离副部长一步之遥了。那这次外访很明显就是要到重庆镀金，也可能几年以后再回来，妥妥的就能当副部长了。也许以后那是接班人之一。那我们就来剖析一下这个岗位它为什么高危我通过人工智能列了一下过去10任的公安局局长，重庆市的，其中6个人已经落马了，另外有几个呢属于是平调，基本上在副省这个岗位上呢到头了。大家了解这个职位非常重要，离不开一个人，那就是薄熙来王立军。因为在这个王立军担任副局长期间他就不买局长的账，而且把上一任局长王强叫文强直接给枪毙了。所以你看这个岗位后期人们都不愿意去，接替王立军的何挺也进去了，所以说都不愿意到这个重庆市公安局当这个一把手。在这儿咱们必须给他归拢一下这些人进去他有个规律，并不是说他们本身犯了多大的事儿，而是他们的后台先倒了。那这位谭全能不能破了这个魔咒，一直干上去呢？或者说回到公安部担任副部长呢？那就关键看王小红倒不倒台了。王小红一直干，他就能破了这个魔咒。你至少说有一任公安局局长现在平调到了这个应急管理部副部长，虽然平调，但也说明人家平安吧，没在这岗位上死掉吧，不像上一任有个叫张安江的，在5月份据说是从这个重庆市公安局楼上
直接飘下来的，所以说官方给的说法叫做离世。好，咱们说了这个高危职位啊，再说另外一个，连续几任的行长、副行长啊，基本上都进去了，那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国国开行。很多人呢，一听说国开行就说，这不是陈元的天下吗？那不是陈云家族的自留地吗？原来是，现在他已经不是了。为什么呢？因为陈元的很多马仔啊，都已经被清洗了2轮了，负责清洗的人呢，又进去了。那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宣了，已经退休的行长叫做欧阳卫民，现在正式官宣落马，严重违纪违法嘛。那我们就来剖析一下，为什么很多人也不愿意去国开行呢？因为什么呀？太复杂。第二谁都不能得罪，而且周围财务的腐蚀太严重了。大家对于这个国开行可能没有一个概念，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他每年的贷出去的钱是高达3万亿人民币，这就相当于3个招商银行招商、中信、民生加起来都没有它多，它属于是这个大银行，而且呢只做大生意。3万亿，它从来不是依靠那种小单子，比方说老百姓，你要贷个千八百万，你还请人家副行长吃饭，还有 KTV， 还一条龙服务，是吧？问题是你要是贷1000万，国开行都得把你打出来，你太小看了。他的单子通常都属于是10亿、100亿，像几千万的案子人家看都不看。你看，一天贷出1个亿，给你想想3万亿，那得贷多少？那我们来看看这几任的行长、副行长为啥都进去？因为太捞钱太简单了。那我们看一下他主要客户是谁？他不对个人，而对地方政府和大型企业。因为他的钱呢叫做国家开发，主要是什么？能源、交通就是铁公鸡，整个的基础设施，修高铁、修公路、修桥梁，这钱呢地方政府拿不出来，那就得找国家要凭啥江苏也要，浙江也要，上海也要，给谁？那你不得意思意思？所以说地方政府就通过城投平台就开始扮演了行贿的角色，而真正你拿下的1个点拿不下来吧？你要5个点的话，100亿这叫5个亿，这几个人就分掉了。所以说这个行长、副行长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大家已经知道他们靠这个赚钱了。那我们来数一下，这个行长、副行长都有谁进去了？自从这个老习上台以后他就发现必须得把元老的这个钱袋子打掉，所以说陈元手下提拔的几个行长、副行长、董事长悉数全进去了，他也安排上了自己人，包括今天落榜的欧阳卫民和现在在任董事长叫做赵欢基本上可以确认是原来的分管金融副总理刘鹤安排的。为啥呢？因为这个国开行的第一大股东是中国的财政部，分管金融的副总理当年就是刘鹤，而且吴案结束以后董事长、行长是双双在2018年换的，这个没跑吧？你看换完了以后几位副行长挨个都进去了，其中有一个什么呢？什么李基平胡怀邦，还有什么周国清，而且这个周国清还是当时的纪委书记，你就可见整个这个班子基本上没有不收钱的，连管纪委的都收钱。大家回到现在，国开行现在的董事长还在呢，他为什么一直没倒呢？那他背后现在已经是何立峰副总理了。好吧，这2个高危的岗位和大家分享完了。如果您有自己的观点，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咱们共同探讨。明天见吧。